你们名字我看得太小了，看不到你们。如果没有跟你们打招呼，不好意思啊，我在这里跟大家打个招呼先。好，大家健康啊，午安。好，可以啊，可以来。好，首先刚刚就参与完这个一起饮茶这个云端茶会了，我称之为云端茶会，就是因为它是在线上的嘛，云端好像比较高大上一点。非常感谢叶老师因为这一次呢，他赠送我们这个茶样呢，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录影其实一直以来呢，我们在做这个我问茶人的一系列的那个视频的时候呢，就想要约他做一场专场的一个采访，可是一直以来都约不到，因为这个疫情反反复复去了又来，来了又去这样，然后去了又回来到最后结果我就看到他在 Facebook 上面有做这样的一个一起饮茶的一个网上的一个活动，所以就联络了，然后就有了这一次的一个侧拍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线上活动一起饮茶，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安好。其实今天的目的很简单，我们就是为了跟大家见一面，跟朋友见一面，但是我们又不能出门，又不能聚会，就选择了用网上这个方法来跟大家一起喝茶。无论你身在何处，或者是有什么简单或者是proper 的茶席都好，大家都一起来玩。OK， 叶老师。好，大家好，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可以和我们一起同步在这个视频上和我们一起喝茶饮茶。来，关于一起饮茶就是饮茶呢，它就是一个广东话的一个发音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可能有误。可是作为一个怡保的广东人，然后我从小呢都是这样听大家这样讲的饮茶，大喊饮茶，它不只是单单喝茶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它还包含就是更加的趋向于一个功能性，就是交流了。很多时候就是见面，然后谈了一堆事情，然后过后大喊饮茶这个字眼呢，其实在整个我们马来西亚南洋一带然后甚至到新加坡，大家都是共用的饮茶它本来源自于就是喝茶的意思，可是它延伸呢更多就是去到变成一种生活形式的一种社会的一种交流了。到最近，然后有一个很红的一个饮茶哥他是阿星，然后他也懂得这个字眼的这个内容喂，3點幾咧，飲茶時間咧，朋友兄弟。就現在這個時間，我們一起來泡你們手上的茶。我們現在就開始泡，好嗎？我們現在一起來叶老师，你泡这个是什么茶呢？现在我泡的是贡梅为什么选的这两款茶呢？也是因为贡梅我们这两款茶，一个是贡梅，一个是一个是红茶嘛。贡梅就是因为它有它的功效，就是降火、清热降火，而且它的抗氧蛮高。就是现在疫情嘛，讲的是我们店之所以贡梅，而且这个贡梅因为是2017年的，它也有3年多就开始有那种药效了。我们说白茶是1年茶3年药7年保，现在它这个白茶已经差不多4年多，贡梅白茶，所以它开始有它的那种养生的药效还有另外一款就是红茶，因为刚好现在也是3点钟了红茶我们就是说西方国家很多西方国家人就喜欢喝红茶，就是他们的afternoon tea high tea 就是刚好3点钟。这个红茶是云南的滇红，红茶是比较温，然后白茶是稍微的是比较寒凉一点，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2017年，所以它的寒凉度已经开始减低，开始凉可能会还有一点，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你觉得你自己身体会经期会比较寒凉的呢，这样可能你们喝红茶但是我有听说
打了疫苗身体会很燥热，很多人就说，你鼓励他们喝一点野水啊，或者这种东西，清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白茶也是蛮好，就是给你们有些朋友打了疫苗，他们可能就是可以喝一点白茶来降温一点，这两款茶。然后红茶它带温，而且红茶是其中一个红茶好处就是，红茶是只有说你肚子空着的时候才可以喝的茶，因为它是对脸好。稍微的讲一讲，我这个茶则，这个铜的茶则，手打茶则，是我们其中你们看到一个刀王吗？刀王，北马刀王这个他的这位是北马作品刀王，非常的好用，而且非常好看。手工铸造锤炼那些这个茶具，我这个壶，我的壶层，还有这种是我们叫公道杯，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陶艺家张崇坚老师的作品，他也是在我们线上。张崇坚老师，等一下我们叫他讲两句这个是他的作品。我的杯呢，就是你们这个司仪充裕的杯，他的杯我今天的用的大部分的茶具都是马来西亚本地。张崇坚老师本地做柴窑非常出名的，他的柴窑作品是可以出口去日本，外销去日本的。看到建良兄是很豪迈的。刚才我是说有壶的人就用壶，有杯的人就用杯，那建良兄就用碗，你看到吗？其实这也是一个喝茶的方式你看我们的主题是洋茶一起洋茶一起，我们只是因为我把那个疫情那个字变成就是一起洋茶。在南方就是我们东南亚，或者可能在吉隆坡，我们讲洋茶，中国内的朋友吧他们可能对这洋茶这个字眼可能不大熟，洋茶其实就是喝茶，但是在马来西亚，我们说洋茶和喝茶对我们来说是有两个意思我们的洋茶其实就是一个叫大家一起来聊天，就是叫大家出来聊天，它其实就是一种我们说社交的工具，也不是说出来的时候可能也不是喝洋茶，最后也是可能喝咖啡或者是那也是喝酒或者是喝其他的茶，或者是可以打理我们自己中文的拉茶这一类东西，不一定是说好像现在我们这样喝的中国茶。所以在这里呢，这个茶就代表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关系，一个媒介把两个人或者是我们的心把心连起来。所以在我们来讲，这个茶在这一方面，它是属于一种友谊一种叫做感情或者情谊上的一种媒介。这一次的那个喝茶的那个氛围就相对的比较宽容就有讲到就是喝茶就比较可以随性的，也可以比较严肃的，比较有仪式感的，也可以有很自由的，反正就是跟自己舒服就好所以咁要開心嘛。但是一坐下来喝茶的就好像解决了很多的事情。我对你不起，我要跟你道歉，一杯茶，跟你讲对不起。我的女儿了，跟我同姓的，然后她要嫁了，要过去人家家里敬了一杯茶，她又跟别人姓了所以茶的那个可以涵盖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MCO 不是一件坏事。其实我觉得很好玩是，其实我们上网现在也可以喝茶了可能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在你家喝，我也可以在我家喝，但是那个感觉那个 feeling 那个 moment， 大家今天都在这里喝茶，虽然只是我们的喝茶那一刹那，但是很可能呢是你永恒的回忆，所以茶其实制造了很多永恒的回忆。对我来讲，喝茶是大家都会做的事，只是看都用什么态度去喝。在家里随时随地都可以泡一泡茶，未必要用 proper 的茶具。有时候喝茶就是很随性的。现在在家里的话，就是这样穿背心什么都可以了，不用特别装扮了，是不是？我就是很粗鲁的，我一上来喝茶，也不需要特别的怎么样讲，太过讲究。无论如何喝茶就是寻开心，最重要就是开心，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开心。就随性一点吧，该随性的时候就是像我写字画画的时候，我就会泡大壶放在画作纸面，想喝的时候就喝，
然后如果要喝好一点的，要品茶的那一方面，就要用特定的茶具的，就小壶啊、茶杯啊，要全程关注的泡茶，很 flexible， 这个泡茶是很 flexible。喝茶是很随性的东西，就是也不要把它弄得自己太拘谨，不单单只是那个茶的重要性，而且有时就是它的伴，和你一起喝茶的伴。但是现在可能疫情啊，不能够大半人喝茶，所以自己喝的时候，我们就拿这个以喝茶的时间来给自己清静一下。有些朋友以前做生意或者是做工作的时候太忙了，就趁这个机会来调整一下心情，这样来享受一下我们所谓的慢生活，和家里人啊，和自己的太太啊、儿子啊，就是趁这个机会吧。就是来联系一下，我们是以茶为媒以茶为那个一个主导，趁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联系一下关系。小的时候就喝茶了，跟着爸爸，他们的家里喝什么茶，一大壶的，我们也是这样跟着喝。真正说起来，有因缘还是由做陶开始了。茶具很多都是陶瓷器做的，所以我就做了很多这个茶具的东西。那么，毕竟这个茶器和茶有关，就是它的实用性啊，各方面要注意，所以就认识了很多茶人。他们给我很多意见，我是一路这样走过来的。茶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刚才大家都讨论茶就是一个很简单嘛。以前我们讲粗茶淡饭嘛，粗茶淡饭本来就是粗，当然我们也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我去过茶山，去过朋友茶山在福建，在厦门，从耕种发芽、采摘到过程到我们就是我们这台子上，我们经过就是很长的那个路程，所以我们应该要珍惜每一道茶，就是每一杯茶。谢谢大家支持老叶的儿子，支持老叶子也支持我，我也是老叶的儿子。我看到刚才的那个是参与者有很多年轻人这样的有一种后继有人的感觉。总之你要叫一些年轻的朋友来分享一下他们对茶的那种概念或者意义，来分享一下，中国茶对他们来说，或者是洋茶和喝茶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概念？